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紫云健康频道。上一期视频我们一起了解了夏季风寒感冒的常用中成药经防颗粒。今天这一期视频，我继续和大家分享治疗风热感冒的银翘散、桑菊饮、夏桑菊颗粒这3种常用的中成药。临床中，我身边的大多数患者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用银翘散，什么时候用桑菊饮。但是掌握了今天的视频内容，大家就可以像中医大夫一样，准确判断自己的症状，选对药，让感冒快速好转起来。在这期视频里，大家将会了解到：第一，如何一眼看出风热感冒的症状；第二，银翘散、桑菊饮夏桑菊颗粒的组方是什么样的，能治什么病；第三，什么情况下可以用这些药，该怎么用。最后，我还会分享一个大部分人都不知道的临床使用技巧，让大家在家里就能像中医一样搭配用药。首先，我们来看看什么是风热感冒。很多人以为感冒就是着凉了，其实不对。中医把感冒分为风寒感冒和风热感冒。上一期经防败毒散的视频里，我说了风寒感冒，今天专门说说风热感冒。风热感冒有什么特点呢？记住这几个关键词：发热、口干、喉咙疼、痰黄、鼻涕黄。具体来说，风热感冒的人会出现发热比较明显，但也会有点怕冷，口干想喝水，喉咙疼痛甚至肿痛，咳嗽有痰，痰是黄色的，鼻塞流的是黄鼻涕，头痛，舌尖发红。现在我们来看银翘散，也就是药店里常见的银翘解毒片、银翘解毒丸和银翘解毒颗粒，这个是治疗风热感冒的经典方子。银翘散的组成很有讲究，方子里面有金银花和连翘，这2种药都属于清热解毒类的。可能有人会问，清热解毒是什么意思啊？其实就是能对付那种热在局部引起的问题，像红肿、热痛，这些都是热毒的表现，比如咽喉肿痛、腮腺炎肿痛，还有实火引起的牙痛，金银花和连翘对付这些都很拿手。同时它们还有疏散风热的作用。然后还有薄荷，薄荷是典型的发散风热药，而且它凉凉的，对于缓解咽部不是很有帮助。荆芥呢，上一期视频里我们说过它是发散风寒的药，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呢？因为荆芥的温性不大，是微温的。从中药原理来讲，发散风寒风热主要靠辛味，发散风寒药的辛味比较足，而发散风热药除了薄荷味道比较浓，其他的发散力不够，所以这里就借用一下荆芥的发散作用，再加上其他偏寒的药，就能平衡它的温性。淡豆豉的作用是发散郁热，就是把憋在里面的热给发出来。以前有个经典方叫栀子豉汤，就只有淡豆豉和栀子2味药，心里憋得慌烦躁的时候用这个药就很合适。淡豆豉的药性有点特别，有的教材说它微寒，有的说它微温，所以它有时候归到发散风寒药，有时候归到发散风热药，但不管怎样，它能把里面的热透出来是主要的。牛蒡子也是发散风热药，不过它的解毒功能相当好，还能散结。风热感冒的时候，热毒常常表现在咽喉，导致咽喉肿痛，这时候用牛蒡子就最合适了。它和薄荷不一样，薄荷是让喉咙感觉凉凉的，而牛蒡子是能消肿，这里面还有桔梗和甘草。上一期视频里我们说过柑橘汤，它是治疗咽部病变的基础方，在银翘散里加了这2味药，再配合其他药材，效果更好。桔梗除了能止咳化痰，还能把药带到肺部和咽喉，有点像引路人的作用。最后还有淡竹叶，它是清热泻火的，能帮助整个方子达到发散风热、清热解毒的效果。那银翘散的特点是什么呢？它既能发散风热，又能清热解毒，所以它最适合什么情况？风热感冒伴有明显的喉咙肿痛。而且银翘散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，它里面的金银花和连翘被称为疮痂圣药，所以它能治疗实热性的疮疡，就是那种红肿热痛、脓液黄稠的疮。但注意，现在很多人长的痘痘都不是实热型的，而是湿热型或者虚热型，这种情况银翘散就不合适了。接下来我们说桑菊饮，就是我们在药店常见的桑菊感冒片，它也有丸剂、颗粒剂等不同剂型，也是治疗风热感冒的名方。桑菊饮的组成，桑叶和菊花都是正宗的发散风热药。桑叶除了能清肺，还有润肺的作用，因为桑叶是秋天经霜后采摘的，性质比较清润。桑菊饮里面也有连翘、桔梗、甘草和薄荷，
这些我们在上面的银翘散里都见过，连翘、桔梗、甘草、薄荷、芦根跟银翘散基本一样，多了一个杏仁，是专门止咳平喘的。那么桑菊饮和银翘散有什么区别呢？如果主要是表面的风热症状，比如发热、头痛、轻微咳嗽，桑菊饮更好。如果主要是喉咙肿痛，银翘散更好。如果主要是咳嗽有痰，桑菊饮更好，因为它有杏仁。简单说，外感风热以咳嗽为主的用桑菊饮，以喉咙肿痛为主的用银翘散。最后我们来聊聊夏桑菊颗粒，它是温和的清热良药，组成很简单，夏枯草、桑叶、野菊花。这个方子的特点是什么呢？夏枯草专门清肝火，桑叶既能发散风热，又能清肝明目。这里要注意，野菊花和一般的菊花不一样，一般的菊花属于疏散风热类，还有点清肝的作用。野菊花归到清热解毒类，虽然也有一点发散风热的作用，但主要还是清热解毒。夏桑菊颗粒最主要的作用是清肝火。我们知道有个龙胆泻肝汤清肝火很猛，但现代人的体质可能不太能承受，所以一般的肝火旺盛，先用夏桑菊颗粒就比较合适，搞不定再考虑其他药。家里有孩子的妈妈们，辅导作业前可以准备点能帮你缓解一下肝火的。夏桑菊颗粒适合什么情况呢？第一，清肝火。现在很多人熬夜，工作压力大，容易肝火上炎，表现为目赤肿痛、头晕耳鸣，夏桑菊颗粒就很合适。第二，轻度的风热感冒，症状不重，刚刚有点发热，喉咙不适，可以先用夏桑菊颗粒。第三，轻度的咽喉肿痛和疮疡。夏桑菊颗粒的优势是什么？比较温和，适合家庭常备，而且口感还可以，不像有些中药那么苦。现在我要告诉大家一个临床的用药技巧，这些中成药是可以搭配使用的。比如你用了银翘散，但是痰比较多，化痰效果不够好，可以在家川贝枇杷膏。关键是大家要看懂每个药主要解决什么问题，没有解决什么问题。还有一个技巧，很多人以为喉咙疼就一定是热症，其实不绝对。我们刚受寒的时候，寒邪阻塞气血，局部也会疼痛，但是这种疼痛很短暂，一般半小时到1小时就缓解了。如果喉咙疼超过几个小时了，那多半就是热症。另外，现代人的体质普遍偏寒，普通感冒偏寒的多，但是流感偏热的概率高一些，所以流感期间这些清热的药用的会比较多。我们使用这些药物时还要注意几点。第一，不要一有症状就用药，要先判断症状的性质。第二，如果用药后症状没有改善，甚至加重，要及时停药，可能是药不对症。第三，这些药都有一定的寒凉性，脾胃虚寒的人要慎用。第四，小孩和老人用药要减量，或者问一下身边的中医师。第五，如果症状是怕冷明显，没有口干，痰是白色的，鼻涕是清的，那就是风寒感冒，这3个药都不能用。如果疮疡是那种不红不肿，颜色发暗，有油腻感的，也不能用，因为这是湿热型或虚热型的。好了，我们详细说了银翘散、桑菊饮、夏桑菊颗粒这3种中成药的组方和用法。我来给大家做个总结，如何判断风热感冒。记住这个口诀：发热口干喉咙疼，痰黄鼻涕也发黄，舌尖红来头也痛。银翘散、桑菊饮和夏桑菊3个成药怎么选？感冒喉咙肿痛明显用银翘散，感冒咳嗽有痰为主用桑菊饮，感冒症状轻微或平时容易发脾气用夏桑菊颗粒。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帮助大家在感冒的时候能准确的选药用药。如果大家还想了解其他中成药的知识，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紫云健康频道，后面还有更多实用的内容等着大家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